这是古罗马时代最常见的场景，那些令人恶心的酷刑在现代看来是难以想象的。在古罗马不仅有酷刑，还有用海绵擦屁股的习惯，经过简单的清洗后，又交给下一个继续用。恶心的还有用尿液刷牙洗澡。让我们来看10件古罗马最恶心的事情。长按点赞，给所长一个支持，感谢大家。第10，男女共浴。古罗马人很早建立很多洗浴中心，罗马人特别喜欢洗澡，和有大量的澡堂在里面有各种各样很复杂的活动。罗马人征服到哪就把澡堂盖到哪。古罗马的浴场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到地正末期已建立了阿格里帕大浴场和850个小浴场。当时有一座卡拉大浴场，占地124400平方米，同时可供2300人入浴。罗马地正初期较为重视风纪，男女分开入浴，限定在白天。但到地正末期，男女混浴，夜间也可以共浴，甚至连良家妇女也公然在陌生男子面前由女奴伺候洗身，毫不羞怯。这些澡堂提供各种设备，满足客人各种需求，甚至为那些有施虐或受虐倾向的客人准备了鞭子，玩得非常欢。因为古罗马的浴室是男女在一起洗澡，从而引起人民的堕落，于是这种传统到了戴克里先时代就彻底被放弃了。第9，吃发酵臭鱼。得益于意大利漫长的海岸线，罗马人坐拥丰富的海鲜食材。为了能保存下鱼类，他们把鱼用来发酵，后来发现味道还真是不错。这样的发酵鱼被称为血色鱼酱，它需要取尾鱼的内脏、鱼鳍、脏液和血，撒上盐，放入坛子中腌制1个月或更久之后，再进行搅拌，使得发酵更加的充分。这种发酵鱼如果用珍稀鱼类和多种香草类植物制成的鱼酱会更加受欢迎。古罗马人爱用这种酱料做餐，它的普及程度堪比老干妈辣酱，吃什么都可以蘸点。据古代文献记载，这种发酵鱼在发酵过程中会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在我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地区常见的鱼露，制作方法和古罗马鱼酱十分相似，同样是用鱼虾发酵而成。鱼露闻起来刺鼻酸臭，但能给菜肴提鲜。如果你好奇古罗马发酵鱼的味道，或许可以尝尝鱼露。第8，故意呕吐。在现代，我们呕吐一般都是由于健康问题造成的，但在古罗马，他们却故意呕吐。在古罗马时代，宫廷常有宴会，时长多为3、4天，无论宾主，无论男女，不分昼夜，不分饥饱，期间谁也不允许退席，大家就得吃之复吃之。但肚子是有限的，当果腹之后，再吞噬美味便异常难受。为了那种循环不停、夜以继日的豪宴，宫廷专设呕吐室，室内备有漂亮女仆，手持鹅毛，用鹅毛伸到喉中，让其呕吐。宫廷吃喝之风自然影响民间，贵族之间比吃、比喝，比谁的珍馐更加美味，比谁的宾客最多，甚至抓行人凑数，以至于全国上下奢靡成风，吃喝无度。一些资料显示了呕吐室存在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古罗马贵族的奢侈风，但迄今为止，故意到专门的呕吐室叩吐在进食的说法仍有争议。第7，决斗士血之药。罗马城市有圆形剧场，决斗士们在这里互相厮杀，或者决斗士与野兽搏斗，非常受市民欢迎。由于这些决斗士会展开惨烈的厮杀，所以古罗马人认为这些人从骨子里透露出勇敢的精神。这些决斗士流出的血液被他们认为是具有治疗作用的上乘药品。罗马的几本古书中提到了观众争相采集战斗中决斗士血液的习俗，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相信血液可以治愈癫痫和其他疾病。他们相信血液的治愈能力，它必须是正在流淌的新鲜血液，越是这样，人们认为它的威力就越大。但对现代医学来说，这是一种无知且愚蠢的行为。但这还没完，这些无知的古罗马人甚至用他们的一些尸体来制成药物。罗马医生认为，食用肌肉决斗士的尸体可以帮助治愈多种疾病。此外，据说决斗士在洗澡时刮下的污垢被用作面霜和春药。第6，大量使用铅。
人类有4000多年使用金属铅的历史，最早使用铅的正是古罗马。由于罗马人发达的冶金技术以及对于金属铅的偏爱，在古罗马时代，金属铅的生产与应用达到了高峰。铅具有不易生锈、质软、熔点低、易于加工的特点。除了在大型青铜器具中使用铅，铅在罗马还有很多用途。罗马人还将铅制成酒剂，铅会和葡萄酒里的酸性物质反应，形成具有甜味的乙酸铅，去除了葡萄酒的酸涩味，使其甜美可口。因此，铅制酒具大受欢迎，甚至直接把铅粉加入葡萄酒中饮用。但人类在200年前才发现了金属铅对于人体的危害，铅会积蓄在人体内，而且难以通过自然排泄和新陈代谢消除。铅在人体中长期积蓄会对机体的血液系统、神经系统产生严重的损害，产生难以逆转的影响。也有理论认为，铅与罗马的兴衰也有关系。第5，用海绵擦屁股。在古时代，纸张并没有被发明出来，那你知道他们都是怎么在大便后擦屁股的吗？在元朝之前，人们都用一个叫侧绸的东西，也叫做搅屎棍，实际上就是一根小棍子，具体使用方法和我们用木勺子吃冰激凌差不多。在古罗马，虽然已经有了厕所的概念，但他们的厕所是敞开的，人们坐在实质的大便池，边拉边聊天。在解决完后，他们会用公共厕所内的海绵棒来擦屁股。这是一种由木棍和海绵组成的工具，海绵被绑在木棍的一头。在使用完毕后，他们会将海绵棒放入厕所边放满水的水槽里清洗，然后交给下一个使用者。这些水通常是醋或盐水，他们认为这样能杀死一些细菌或病毒。这样的海绵变成了滋生细菌和疾病的温床。按照当代的卫生标准来看，用陌生人使用过的东西来擦屁股相当的恶心，但这在古罗马是常态。第4，尿液作为清洁剂。其实，人类用尿液作为洗衣液清洗衣物的历史很久远，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流传广泛。比如，古罗马人就是用尿液作为清洁剂使用的行家。古罗马人不但喜欢用尿液洗衣物，还喜欢用尿液漱口。虽然这很难令人相信，但这确实是真的。有许多人平民为了省钱，可是将自己的尿液储存起来，以便能够在之后的洗衣服时清除污垢。这样一来能够省钱，并且清洁环保，就是衣服上有股怪异的味道而已。尿液中含有许多尿素，并且这种尿素能够在空气中被分解成为一种氨气，而那股奇特的味道就是因为它的尿素当中含有大量的碱性物质，并且利用这些碱性物质可以将衣服上的油垢等等分解掉。即使是这样，但味道还是非常感人的。第3，无麻醉头部开动。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神经外科，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发展起来，但是在颅骨上钻一个洞的干预措施却要早得多。根据考古发现的头骨证据，最早的钻孔术可以追溯到中石器时代，也就是公元前6000年左右。但古罗马人以某种形式沿袭了这种手术，手术是在活着的人头骨上施行的，好像是为了某种医疗目的。后来对头骨进行的研究表明，很多头骨都进行过大胆的脑外科手术，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一半以上做了环钻手术的病人都完全康复了。罗马时代之后，钻孔术开始逐渐消失，相关技术的发展也陷入了停滞。而在文艺复兴时期，战争导致受到头部创伤的人数激增，致使人们对颅骨钻孔术的热情又重新燃起。16至17世纪，人们用钻孔术治疗各类疾病创伤，包括血管疾病，取出碎骨头，排出脓血。第2，父亲允许杀死成员。古罗马一直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但在早期，罗马人真的把它发挥到了极致。在早期的罗马，一个人的家庭成员基本上是他的财产，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如果他觉得他的孩子应该死，那么他可以杀死他的孩子，而不会受到法律后果。也不要以为孩子离开家就意味着是安全的，因为即使是嫁出去的女儿，仍然可能被父亲杀害。他们只有在被卖掉3次或父亲去世后才真正独立。最终，这些规则被放宽了。
到公元前1世纪，男人谋杀家人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废除了。但是，如果一个儿子被判有罪，父亲仍然可以杀死他，这样的权利在当今看来确实是够变态的。第一，恐怖酷刑。古罗马人创造了很多优秀的发明，但在酷刑方面，他们也得心应手，有将人放进全是动物的大罐里，将肚子掏空的酷刑；有只让犯人的头露出来的浴桶，之后就在犯人的头上泼蜂蜜和奶油，加上蜂蜜牛奶引来的蝇虫再次产卵繁殖，使犯人身体被虫蛆蚕食，最终死在浴桶中的酷刑。更有令人闻风丧胆的铜牛刑，这种刑罚相比较浴桶刑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要造一个内部镂空的铜牛，空间大小正好可以容纳一个成年人，然后将手脚被捆的犯人装进去锁死，在牛下部烧火，将人狠狠蒸熟。当然，古罗马的刑罚远远不止这些，比如还有受刑、治刑等等。相比于现代社会死刑的情况，我们应该没有人想回到古代体会一把酷刑的刺激。这些古罗马最平常的事情有没有恶心到你？如果你也喜欢类似的视频，就点击主页浏览、关注。感谢观看，我们将在下一期节目再次相遇。